作为老生化3部曲中最受欢迎的《生化危机2》，在当时流行的各个游戏平台上都有移植版。这些移植版中最神奇的就是 N64 版了。这个 N64 版的《生化2》成功的把一款2 CD 1.2GB 的游戏塞进了一张64兆的卡带里面，并且保留了原作的全程语音和过场动画。那么这帮人是怎么把 1.2G 内容压缩到64兆大小的呢？本期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N64 版《生化危机2》到底使用了哪些黑科技。假设我们现在作为开发者接到一个任务，要将 PS1 上的生化2移植到 N64 上，我们第一反应是我靠，这他妈咋做？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要分析到底是哪些游戏资源占用的体积最大，然后从这些体积最大的资源开始进行压缩与优化。在 PS1 版的生化2中，按文件体积从大到小排序，大概有这么几种资源。第一类是过场动画， PS1 版生化2中所有的过场动画加起来有700兆左右的容量，是文件体积最大的一类资源。第二类是游戏中的美术资源，包括所有角色、怪物、场景的模型与贴图，这些资源加起来有350兆左右。第三类是游戏中的声音资源，包括语音、背景音乐、音效等声音文件，这些资源加起来呢有140兆左右。最后一类就是游戏的程序，总共占用不到2兆，大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文件体积最大的过场动画自然成为优化压缩的重点。PS1 版生化2的过场动画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 Motion JPEG 的影片格式，它可以被 PS1 内置的 MDEC 解码器直接解码。虽然这种格式的视频质量不错，但缺点是文件体积很大。而 N64 版生化2的过场动画使用的是 MPEG-1 格式，它在同等画质的条件下，文件体积要比 Motion JPEG 小很多。过去我们用来看小电影的 VCD 使用的就是 MPEG-1 格式， Motion JPEG 和 MPEG-1 都使用了同一种算法来压缩视频中的画面，这种算法就是大名鼎鼎的 JPEG， 它可以在画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把图片压缩到原图片的1/10大小。通常 JPEG 压缩流程大概分4步，第一步是把图片的颜色从 RGB 空间转换到 YCbCr 空间，分离出亮度图与色彩图。这么做是因为人眼对亮度变化的敏感程度高于色彩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适当降低色彩图的分辨率，减少需要存储的数据量。第二步是把整个图片分成若干个8×8分辨率的小块，接下来的压缩呢都是针对每一个小块来单独进行的。这样做是因为绝大部分图片在某一个小范围的内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会减少需要存储的数据量。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小块之间是独立压缩的，在压得比较狠的 JPEG 图片中，小块内的物体边缘会出现颜色溢出的效果，而且整体上也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感觉。第三步呢是对8×8的小块进行离散余弦变换并进行量化，这么做是为了将数据的低频部分与高频部分分离，低频代表大致的轮廓，高频代表局部的细节。人眼呢对整体轮廓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局部细节，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压缩质量的设置，选择性的丢弃一部分高频数据，高频数据丢弃的越多，图片质量越差，丢弃的越少，图片质量越好。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对上一步保留下来的数据进行商编码。用人话说呢，差不多就是把这些数据用 zip 或者 RLR 压缩一下。这一步压缩完之后，我们就得到了 JPEG 格式的图片数据了。PS1 使用的 Motion JPEG 格式是把视频中的每一帧画面都压缩成单独的 JPEG 图片，播放视频时只需要按照顺序快速的显示每一张 JPEG 图片就行了。这种格式呢虽然简单直接，但压缩率并不是很理想，因为视频中相邻的几幅画面一般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只针对每一帧画面进行单独压缩，就会重复存储这些相似的部分，造成存储空间的浪费。而 N64 版生化2呢使用的是 MPEG-1 格式，为了压缩掉这些重复的信息，我们把视频的画面分成了若干个图片组，再把图片组中若干个图片分成了 I 帧、P 帧和 B 帧来压缩。I 帧是包含了一整张画面信息的关键帧，这一整张画面使用了 JPEG 算法来压缩。P 帧和 B 帧只记录这一组画面中变化和运动的部分，从而大幅减少了画面之间相似数据的存储量。MPEG-1 格式虽然能大幅减少视频的体积，但播放这种格式的影片需要较强的算力进行解码计算，但 N64 的内部并没有专门的芯片来硬解 MPEG-1 格式的视频，只能靠软件来解码。但是在96年 N64 发售的时候，大部分电脑都解不了 MPEG-1 格式的视频，那时候你得给电脑插一个叫电影卡的东西才能看 MPEG-1 格式的小电影。不过幸好 N64 内部的 RSP 中有一组向量计算单元，可以使用微码，也就是 microcode 来对它进行编程，执行一些自定义的计算，这样解码视频的工作就可以分给 CPU 和 RSP 两个处理器去并行计算，从而提高解码的效率。那么哪些计算适合放在 RSP 中去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看看解码 MPEG-1 视频都需要哪些计算。
解码 MPEG One 从宏观上拢共分2步，第一步是解码 iGen 里面的 JPEG 图像，第二步是根据上一步解码出来的 iGen 图像进行运动补偿，计算出 P 帧和 B 帧。但由于第二部分运动补偿的逻辑比较复杂，如果使用微码实现，需要的代码量非常大，无法放入 RSP 中进行计算，所以我们只能考虑把第一部分，也就是 JPEG 图像的解码放入 RSP 中进行计算。解码 JPEG 的过程和编码 JPEG 的过程正好是反过来的。解码 JPEG 的第一步是商编码的解码，这一步需要执行的是类似于减压 zip 包的计算，这种计算里面有大量的逻辑判断与查表操作，不太适合放进向量计算单元中进行优化。第二步是反量化与反余弦变换，这一步主要使用的是乘积累加运算，类似于矩阵乘法运算，比较适合使用向量计算单元进行计算。第三步是把颜色从 YCbCr 空间变换到 RGB 空间，这一步呢是标准的矩阵乘法运算，也比较适合使用向量计算单元进行计算。那这样看来好像第二步和第三步都能用 RSP 进行优化了。是的，开发组里面的程序员他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们在 RSP 中实现了第二步反量化与反余弦变换之后，才发现因为 RSP 里面的数据内存非常小，导致计算出来的结果必须使用 DMA 传回到主内存中进行储存才行，而使用 DMA 直接修改内存会让 CPU 的缓存失效，反而降低了 CPU 的运行效率，解码的反而更慢了。但比较幸运的是，在 RSP 中进行第三步颜色空间变换就没有 CPU 缓存的性能问题了，因为颜色空间变换的结果是 RGB 的颜色值， RGB 值是可以直接用 DMA 传输到真缓存中，直接就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来了，就不需要再用 CPU 访问这些颜色值了，所以也就没有 CPU 缓存失效的问题，从而显著提升了解码的效率。但即使使用了 MPEG One 格式压缩，视频的大小还是超出了卡带的容量，所以他们在降低视频分辨率的同时，又将视频的帧率从30帧减到15帧，但15帧每秒的视频看起来贼卡，根本没法看，所以他们又在播放的时候把相邻的2帧画面加一起除以2，脑补出来1帧插入到相邻的2帧之间，这样视频播放的时候帧率就又从15帧变回到30帧了，真是狡猾。经过这一波猛如虎的操作，这些过场动画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但开发者们通过分析游戏中所有的过场动画发现，其实这俩主角在各自剧情中播放的所有过场动画之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完全重复的，所以他们又设计了一个视频的拼接系统，把一段过场动画看作是一系列视频剪辑的组合，把 PS1 版2张盘中的过场动画重复的部分只保留1份，进一步节省了存储空间，从而获得了一些富余的数据量，反而可以提高视频的品质。这个视频拼接系统呢，还有一个作用是可以把过场动画中激烈的部分和平静的部分分开，激烈运动的部分使用更高的码率来提升效果，平静的部分使用更低的码率，甚至减慢动画的播放速度来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实现一定程度的动态码率的功能，进一步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讲完了最复杂的视频压缩之后，再来看游戏中模型贴图与背景图的压缩，那就很简单了，直接把这些图片进行 JPEG 压缩就行了。而且玩过原版生化2的同学们都知道，虽然这俩主角的剧情不太一样，但是他俩在游戏过程中遇见的游戏角色啊、怪物啊、场景啊都差不多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其实 PS 版那2张 CD 上的数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重复的，这些重复的数据只需要保留1份就够了，这样又可以节省不少存储空间。音频方面，他们使用了 Factorfile 开发的音频套件，分析了所有音乐的音符构成，对不同音乐中相同音色的音符，例如说某一个钢琴的声音，只保留1份来节省存储空间。他们甚至还在 N64 上实现了 3D 音效的功能，让游戏的音效听起来比 PS 版更有空间与方向感。这方面照 PS 版不仅没缩水，反而还加了点水进去，真是佩服佩服啊！虽然大家都管 N64 版生化2的这个史诗级压缩叫做任天堂黑科技压缩，但通过上面的讲解，我们可以发现，对压缩起决定性作用的 MPEG One 解码以及 JPEG 解码并不是任天堂发明的，任天堂也没在 N64 的主机或者卡带中内置解码这2种格式的芯片。所有的这些视频解码的代码都是由美国的 Angel Studio 这个工作室的员工编写的。这个工作室在完成生化2移植工作的2年之后，被 Take-Two Interactive收购成为其子公司，并更名为 Rockstar San Diego，就是那个 American San Diego。
之后他们主导开发了一款叫做 RAGE 的游戏引擎，也就是 Rockstar Advanced Game Engine， 从 PS3 一路干到 PS5 的 GTA 5使用的就是这款引擎。所以 N64 版生化2的这个压缩还真不是任天堂黑科技压缩哦。生化危机2在 PS1 上横空出世之后，世嘉土星这边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势，但当时手握电软的我还天真的认为，如果生化2在土星上也能推出的话，土星这款机器一定会咸鱼翻身，与 PS1 再战第2回合。但也就过了半年时间，因为土星的硬件架构太奇葩，开发太困难，所以卡表最终决定停止土星版生化2的开发，转而在土星的后续机种上推出。土星的这个后续机种就是世嘉在主机圈的绝唱 Dreamcast，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DC。 那么 DC 这款主机都有啥黑科技呢？下一期我将会为大家聊聊 DC 这款主机的相关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忙点赞、收藏、转发、投币。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第一时间收看我的视频。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在私信或者评论中告诉刀客。那么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